汤姆·索亚历险记，马克·吐温。第33章。几分钟以后，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。10几条船开走了，后面还有一条大船，船上坐满了人。汤姆·索亚和法官在同一条船上。山洞的门打开了，在洞口的光下，大家看到了可怜的一幕。印第安人乔躺在地上，已经死了，他的脸贴在门上，好像他的眼睛一直在看外面的光和自由的世界。汤姆很感动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人受了很多苦，他觉得他很可怜，也觉得安全了。他以前没有发现，自从他和那个坏人作对以后，他一直很害怕。乔的刀在他的旁边，刀断了。他一点一点地切支撑门的大木头，非常用力，但是这样做没有用，因为外面是石头，刀对石头没有用处，只会坏掉。就算没有石头，这样做也没有用，因为就算乔把大木头完全切断，他也不能从门下出去，他早就知道了。所以他用刀切东西只是为了做点事情，为了不觉得时间过得太慢，为了让自己的力气有用。山洞里有一些蜡烛，是以前的游客留下的，但是现在一个也没有了。乔把它们找出来吃了，他还抓到了一些蝙蝠，只剩下指甲。这个人饿死了。在旁边有一块石头，慢慢地从地上长出来，几百年来，水从上面的石头上滴下来。乔打破了这块石头，在上面放了一块石头，石头上有一个小洞，用来接水，每20分钟才有一滴水，一天只有很少的水。当埃及的金字塔是新的，当特洛伊被毁坏，当罗马开始建设，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当征服者建立了大英帝国，当哥伦布航海的时候，这滴水就在滴落，现在它还在滴落。当所有这些事情都过去，消失在历史中，消失在大家的记忆里的时候，它仍然会滴落。所有的事情都有意思吗？这滴水滴了5000年，只是为了给这个人喝吗？它在以后的10000年里还有其他重要的意思吗？没关系。很久以前，乔挖了石头来接水，但是今天，当游客参观这个山洞的时候，最吸引他们的还是这块石头和慢慢滴落的水。印第安人桥的杯子是山洞里最有意思的东西。印第安人桥被埋在山洞口附近，村里和周围的人都坐船和马车来参加葬礼，他们带来了孩子和吃的。他们说，参加葬礼和看他被杀一样。这件事让一件事情停了下来，大家想让州长放了印第安人桥，很多人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字。大家开了很多会，选了一些女人去见州长，哭着求他放了桥。听说印第安人桥杀了5个人，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算他是坏人，也会有人签名请求放了他，还会哭。葬礼的第2天，汤姆带哈克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说重要的事情。道格拉斯寡妇和威尔士人已经告诉哈克关于汤姆的事情了，但是汤姆说，一定有一件事他们没有告诉他，他现在想说。哈克的脸色变了。我知道是什么。他说，你去2号房间，只找到了酒，没有人告诉我你去过，但我一听到酒的事，就知道是你。我知道你没有拿钱，因为你早就告诉我了，就算你不告诉别人，我早就知道我们永远也得不到那笔钱了。不，哈克，我没有骗旅馆老板。你知道我去野餐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有发生。你还记得那天晚上你要在那里站岗吗？是真的，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天晚上我跟着印第安人乔去了寡妇家。你跟着他？是的，但是别说了，乔可能还有朋友，我不想让他们来找我，对我不好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现在可能在很远的地方了。然后哈克告诉了汤姆他做的事情，
因为威尔士人只告诉了汤姆一部分。好吧，哈克说，回到原来的问题，不管是谁拿走了酒，他们也拿走了钱。我觉得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汤姆，哈克，钱从来没有在2号房间。什么？哈克惊讶地看着他的朋友，你又在找那些房间了吗？在山洞里。哈克的眼睛亮了。再说一遍，汤姆，钱在山洞里。汤姆，说真的，你在开玩笑吗？说真的，哈克，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。你想去山洞帮我把它拿出来吗？当然，只要你想去，只要我们不会迷路，这样做很容易。太好了，你为什么觉得钱在那里？等我们到了那里，你就知道了，哈克。如果我们找不到，我就把我的鼓和所有东西都给你。我发誓。好吧，你想什么时候去？现在如果你想去，你有力气吗？他在山洞里很深吗？我已经站了3、4天了，但我走不了1英里，至少我想我可以。如果别人去，有5英里远，但我知道一条只有我知道的近路。哈克，我用船带你去，我让船自己走，然后我一个人划回来。你不用动。我们现在就走吧，汤姆。好吧。我们需要面包和一些吃的，烟斗，几个袋子，2、3根线，还有那些叫做火柴的新东西。上次我在那里的时候，多想有它们啊。中午以后，孩子们从一个邻居那里借了一条小船，然后出发了。当他们到了离山洞峡谷几英里的地方时，汤姆说：“现在你看到那个山坡了吗？从山洞峡谷下来，它看起来都一样。没有房子，没有锯木厂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树，都差不多。但是你看到上面那个白色的地方了吗？那里以前发生过山体滑坡，那是我的一个记号。现在我们要上岸了。”他们跳到岸上，看，哈克，从你现在站的地方，你可以用鱼竿碰到那个洞，去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它。哈克到处找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汤姆高兴地走进一片树，在这里，他说：“看看，哈克，这是最好的地方，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我一直想当一个强盗，但我知道我需要这样的地方。现在我们有了，我们一定要保密。我们只告诉乔哈珀和本罗杰斯，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团伙，不然就不好了。汤姆索亚的团伙，好听吗，哈克？当然，汤姆。我们要抢谁？抢很多人，抓人是最常见的，然后杀了他们。不总是，把他们藏在山洞里，直到他们给钱。什么是赎金？钱，让他们的家人给他们钱，然后把他们关1年，如果不给钱，就杀了他们。只有女人不杀，把他们关起来，但是不杀他们。他们总是很漂亮，很有钱，而且非常害怕。抢走他们的手表之类的东西，但是总是脱下帽子，好好地和他们说话。没有人比强盗更客气了，你可以在书里看到。好吧，女人们最后会爱上我们。在山洞里待了1、2个星期后，她们就不再哭了。在那之后，就无法让他们离开了。如果你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会立刻回来。所有的书里都是这样写的。那么，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事了。我想这比当海盗好。是的，在一些方面更好，因为我们离家更近，离马戏团和其他东西更近。这时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孩子们在汤姆的带领下进入了洞口，他们努力地到达隧道的尽头，然后他们系上绳子，继续前进。几步以后，他们来到了泉水边。汤姆觉得有点冷，他只给哈克看墙上用泥巴粘着的小蜡烛，并告诉他和贝基是怎么看着火灭的。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，因为这个地方很安静，也很黑，让他们觉得害怕。他们继续前进，进入了汤姆去过的另一条通道，直到他们到达了悬崖边。他们用蜡烛可以看到，
这不是一个悬崖，而是一个7、8米高的土坡。汤姆小声说：“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，哈克。”他尽可能地举起蜡烛，继续说，尽可能地伸长身体，看看拐角那边，在那块大石头上，用蜡烛烟画的，那是一个十字架。汤姆，现在你的2号房间在哪里？在十字架下面，对吧？就在那里。我看到印第安人乔伸出手，拿着蜡烛。哈克盯着那个记号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用有点害怕的声音说：“我们离开这里吧，汤姆。”什么？不要宝藏了？是的，不要了。印第安人瞧的鬼一定在这里。不，哈克，他不在这里。他会在他死的地方，在山洞的入口处，离这里有5英里远。不，爸，汤姆，他会在这里，在钱的周围。我知道鬼喜欢什么，你也知道。汤姆开始觉得哈克可能是对的，他觉得害怕，但突然他有了一个主意。别傻了，哈克，印第安人瞧的鬼不能来有十字架的地方，这个理由很有用。我没有想到，汤姆，但这是真的，幸好那里有十字架。我们从这里下去，开始找箱子。汤姆先下去，在土上挖出洞来当台阶，哈克跟在后面。在有大石头的地方，有4个通道通向山洞。孩子们走了3个通道，什么也没有找到。在离石头底部最近的通道里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地方，地上有一条毯子，还有一些旧绳子，一些猪肉皮，还有2、3只鸡的骨头，光光的，但是没有装钱的箱子。孩子们找了很久，汤姆想着，他说在十字架下面。好吧，这是离十字架最近的地方。他不可能在石头下面，因为石头和地面之间没有空的地方。他们再次四处寻找，最后失望地坐了下来。哈克想不出任何主意。看，哈克，汤姆过了一会儿说，这块石头的一边有脚印和蜡烛油，但是另一边没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猜钱在石头下面。我要挖土。这个主意不错，汤姆。哈克高兴地说。汤姆开始挖土，他们挖了不到4英寸，就碰到了木头。嘿，哈克，你听到了吗？哈克开始挖土，他们很快发现了一些木板，并把它们抬起来。木板下面是一个裂缝，一直到石头下面。汤姆爬了进去，用蜡烛照亮石头下面。他说他看到了尽头，他建议他们去看看。汤姆爬到石头下面，哈克跟在后面。裂缝越来越窄，他们沿着弯弯的路走，先向右，然后向左。汤姆很快地转过一个弯，然后喊道：“哈克，哈克，看看这里，那是一个宝藏箱，是真的。它放在一个小洞里，旁边有一桶火药、2支枪、2、3双旧鞋、一条腰带和其他东西，都被水打湿了。我们找到了。”哈克把手伸进生锈的钱里。我们发财了，汤姆。哈克，我一直认为它会属于我们。这太好了，不敢相信。但是我们找到了。现在，我们快点把它拿出去。我看看，我能不能把箱子拿出来。它重约25公斤。汤姆可以把它抬起来一点，但不能搬动它。我早就想到了。他说，我记得他们把它从鬼屋里拿出来的时候，看起来很重。我带袋子来对了。他们很快把钱放进袋子里，然后把袋子抬到有十字架的石头上。现在我们去找枪和其他东西，哈克说。不，哈克，把他们留在那里。当我们当强盗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我们需要的。我们要一直把他们放在那里，而且我们还要在那里开派对。那里是开派对的好地方。什么是派对？我不知道，但是强盗总是开派对，所以我们也要开。我们走吧，哈克。我们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，天黑了，而且我饿了。我们会在船上吃东西和抽烟，之后
他们出现在树林里，他们小心地看了看，发现没有人。不久以后，他们就在船上吃午饭了。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，他们解开船，开始回去。汤姆在黄昏中沿着岸边划船，和哈克聊天。他们晚上才上岸。现在，哈克，汤姆说，我们把钱藏在寡妇家柴房的上面。我明天早上会去数钱，然后分钱。之后，我们会在森林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留在这里看好袋子，我去拿车，我马上回来。他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带着车回来了。他把2个袋子放在车上，用一些布盖住，然后拉着车走了。当他们来到威尔士人家门口时，他们停下来休息。他们正要继续走，威尔士人走了出来。嘿，是谁？他说。哈克和汤姆索亚。太好了，和我一起进来，孩子们，你们让大家等了很久，快点，我来帮你们拉车。它比看起来重。你们这里面装的是石头吗？是石头，汤姆回答。我早就知道了。这个镇上的孩子们花更多的时间和力气去找石头卖给工厂，而不是花时间去工作，挣更多的钱。但这就是人。快点，孩子们，快点！孩子们问他为什么要这么着急。别担心，你们到了寡妇家就知道了。哈克有点害怕，因为他过去经常被冤枉。琼斯先生，我们什么也没做。威尔士人笑了。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和寡妇关系不好吗？是的，她对我很好。那你就没什么好怕的了。哈克还没有想明白，他和汤姆就被推进了寡妇家的客厅。琼斯把车留在门外，跟着他们进来了。客厅里很亮，镇上所有重要的人都在那里：撒切尔一家、哈珀一家、罗杰斯一家、波利姨妈、西德、玛丽、牧师、报纸编辑等等。他们都穿得很正式。寡妇像对待重要的人一样，热情地接待了孩子们。他们身上都是泥巴和油。波利姨妈很不好意思，皱着眉头看着汤姆，但是孩子们自己更不好意思。汤姆还没回家，威尔士人说，所以我不带他来了。但是我在我家门口遇到了他和哈克，就把他们带来了。你做得很好，寡妇说，和我来，孩子们。他把他们带到一个房间，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去洗澡，换衣服。这里有2套新衣服，衬衫、袜子，什么都有，是给哈克的。不，别谢我，哈克。琼斯先生买了一套，我买了一套，但是你们2个都可以穿。快点换衣服，我们等着你们。你们洗干净了就出来。之后，他离开了。